普京下令停战36小时，是为了节日庆祝还是另有所谋？马卡耶夫卡的俄军被重创之后，俄军非但没有组织军队反击，反而宣布从1月6日12时到1月7日24时停战。普京给出的理由是过圣诞节，还呼吁基辅也在相同时间段停火休战。火力军直呼好家伙，普京这是唱的哪一出？自己军队都被暴揍了，还想要停火过圣诞？先前乌军过圣诞节的时候也没见那么好心，很显然这是另有图谋。普京释放善意，只能说前线一定出问题了，善意越足，麻烦越大。之前火力军也说了，马卡耶夫卡地区的俄军遭受重创，累计报销400名士兵，算是俄乌战争以来俄军首次出现大规模伤亡事件。原本以为俄军会以袭击乌本土来报复这件事，结果普京不知道是不是吃错药了，不仅没反击，反而宣布沿乌俄两军接触线实施36小时停火，理由是让信奉东正教的居民参加平安夜和圣诞节的礼拜。按照普京的说法，1月7号对于俄罗斯来讲是最重要的新年，在顿巴斯地区2014年以后的冲突中，所谓俄历新年期间也要停火。问题来了，普京这个时候表示暂时停火，是真的为了节日庆祝，还是另有所谋？对此，火力军就想问，普京什么时候那么好心，尊重传统了？火力军想到的是10几年前，俄罗斯不顾奥运会期间停火停战的传统，发动对格鲁吉亚南奥塞梯的军事行动。就火力军来看，普京应该是有2个目的：第一，休整军队，安抚国内民心；国家层面的决策自然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合理的基点。就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给出的理由就是防止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的安全问题。而这次的停火决定，估计是普京或者说俄军想要有一个喘息之机。现在的战场局势对俄军很不利，乌军在北约好兄弟的援助下，对顿巴斯地区发起了猛攻，特别是年初对顿涅茨克俄军临时部署点突然发起了炮袭，一次性消灭400名俄军，数百人受伤，俄军士气降到冰点，同时对俄罗斯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焦虑和不安。普京停火之后，至少在心理上有安抚民心的作用，同时调整俄军内部出现的问题。顿涅茨克的俄军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大的伤亡，原因就是士兵违规使用手机导致的。第二，缓和氛围，试探北约。目前乌俄谈判处于僵局，普京从外交上释放善意来缓解乌俄战争带来的压力，可以对外界表示，你们看，不是我不想谈判，是乌克兰不同意，然后转移一部分压力。火力军只想说，真想要停止战争，把乌东4地与克里米亚还回来再讲。而且俄罗斯的这个善意谁也不会认，侵略者假惺惺的来一局圣诞节停战，就是释放善意了，哪儿来的道理？在乌克兰过新年的时候，发射数百枚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基辅，这才刚过去几天，忘了？至于在2023年谈判的可能性，火力军认为非常小。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双方都想要获取一定的优势，对抗烈度只会进一步上升。当然，普京想停火36小时让自己喘口气，乌克兰肯定不同意。目前乌军占据战场主动，后面又有整个北约提供后勤补给、武器、人员培训、情报等全方位的支援，而俄军已经捉襟见肘，急需时间重整防线，加强补给，双方自然谈不拢。在之前乌克兰过圣诞节期间，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就提议乌俄双方在圣诞节休战，但莫斯科并没有听取这一建议，甚至在跨年夜都没有放弃对乌克兰展开袭击。如果俄罗斯在这个时候主动说停火2天，然后现在俄罗斯圣诞节的时候要求停火，还有成功的希望。别人过节你照打不误，自己过节就要停火，怎么可能？而且2019年乌克兰主要的东正教脱离俄罗斯东正教独立后，拒绝效忠俄罗斯牧首。乌克兰现在也是在12月25日过圣诞，表示与俄罗斯及其文化和宗教的决裂，与自己无关的节日也没有过的必要。普京下令在圣诞节期间停火36小时，泽总直接表示拒绝，认为这是阻止乌军在顿巴斯取得进展的轨迹。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们现在想利用圣诞节做掩护，阻止我们在顿巴斯的士兵取得进展，并将装备、弹药和动员部队送到我们的阵地附近。泽总还用俄语喊话克里姆林宫，战争肯定会结束，要么你们的士兵滚开，要么我们把他们赶跑，你停火，我磨刀，很合理。
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普京只是在为他的战争行动提供喘息空间。从军事角度来说，军事行动越缓慢，间歇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战争中产生的错误就容易得到纠正。由此反推，俄军最近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战斗间歇纠正这些错误。36小时已经够用了，毕竟收个手机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战斗间歇减弱了军事行动的激烈性，推迟了危险的到来，有利于实现新的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乌俄能实现短暂停火，那对于俄军进行重新调整并实现新的平衡是有利的。只不过这都是阳谋，有利于俄军却对乌方自身不利的是，乌克兰怎么答应？双方实现停火，哪怕是短暂停火的前提，首先是双方处于军事，而目前军事已被乌方打破，势头对乌方有利。而且乌克兰正计划在春季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方向覆盖克里米亚至顿巴斯全线。今年3月份的战斗绝对是最激烈的，所以乌方拒绝普京的提议很正常。还有人拿一战停火所谓的骑士风度说事，一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乌俄战争其实就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性质完全不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结束了，双方都有家可回，但是侵略战争不同。普京既然否认了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合法地位，就不要期待所谓的圣诞奇迹。既然不断袭击乌基础设施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就不要再奢望战场上的敌人做出道德行为。当然，乌军拒绝停战协议也有底气，北约好兄弟的援助就没断过。美国最近打算援助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悍马军车、防地雷反伏击车、大量导弹和弹药等。在去年12月，美国还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德国也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黄鼠狼步兵战车以及一套爱国者。欧盟也开始向乌克兰分期提供180亿欧元援助，在2023年与乌克兰并肩作战，直到乌克兰取得胜利，这就是底气。至于战场的局面，自然还是老样子，毕竟乌克兰没同意俄罗斯的36小时停战。普京的停火命令是单方面的，也就是不管乌军什么反应，在1月6日12时，俄军就停火了。不过，根据俄新社、塔斯社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来看，乌东战场还是老样子。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顿涅茨克当局的报告，在停火时间开始后的5个小时内，光是顿涅茨克地区就遭受4轮炮击，涉及基洛夫斯基、霍尔米夫斯基、亚辛诺瓦塔亚等多地。乌军使用 M777、PZH-2000、凯撒等火炮给俄罗斯打了一个招呼。当然，普京也不是傻子，不会光挨打不还手。停火令只是限制俄军采取进攻，如果部队遭到攻击，就可以反击。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在停火时间开始前的24小时内，俄军通过导弹和空袭攻击了乌军部队。坦克、装甲运兵车、美制火炮、卡车和 S-300 雷达，击落了一架苏25战斗机，并多次拦截乌克兰无人机和海马斯发射的火箭炮。这个战绩，火力军总觉得有点水，保不准是俄军为了照顾国内民众的情绪谎报的假战绩。毕竟前线没有停火，就只能拿战绩来缓解社会压力了，表示自己还能打。从乌俄目前的局势来看，一方要求停战，一方坚持要打，其实这就已经能看出未来战斗的趋势了。去年2月份的时候，还是泽总希望俄罗斯停火，结果不同意，现在局势完全反了过来，变成乌克兰拒绝俄罗斯的停火建议了。不过火力军还是喜欢普京去年说乌克兰的存在就是种错误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现在是真的拉胯。总的来说，如果敌人有把握进攻的时候，就不会想着熄火；敌人有阴谋策划攻击的时候，从来不会明露杀气。还是2月份那会儿，俄罗斯就没有停火这个想法。俄罗斯兵临基辅城下，普京拒绝接泽总电话，结果打到现在发现打不过了。新年刚开始就被炸400人，想停战喘口气儿，乌军肯定不同意。对于乌克兰而言，战争什么时候开始，敌人说了算，但是什么时候结束，自己说了算。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想停战36小时的目的是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